我们在解读的时候，我们在做灵性疗愈或者是灵性课程的解说，特别是疗愈的部分，我们会常常使用到感知、使用到解读的技术技巧，会蛮常使用的。所以对解读的真相是相当的重要。所以我们大多数我们在坊间可能理解到或是听到的很多的灵性工作者的解读，比较像是现象般的解读，很少会解读到真相。现象跟真相的差别在哪边？现象就是属于表层的能量的显化，就是当你进入到这个人的能量场，你会看到他这个人当下的情绪、信念、投射。情绪有很多种，有恐惧、有匮乏、有喜悦、开心啊等等，就是这个个案他当下的情绪、信念的投射，就是表层的这些能量显化，我们会很容易读得到。但通常读到这个状态下，因为有喜悦、有悲伤、有痛苦、有怀疑、有丰盛，有很多不同的情绪，但这些情绪往往都会像是二元对立的一个状态的特性，比如说有好跟坏、对跟错、成功跟失败等等，所以我们会很容易的去透过我们的解读，说出我们当下解读到我们以为的真相。那我们在说出来的时候，就很容易进入到二元的评判。或许个案听起来没有那么二元的感觉，也许他不是灵性的那个个案常客，那他可能觉得我这么的需要被救赎，我就是需要这么的被引导，他可能会很深信或者是采纳你的意见。如果他是灵性比较有在练习的人，他可能会对我们的说法产生一些排斥，就我们好像很负面。现象的那解读往往只是能量表层的一个显化而已。能量的表层就是我们对于个案当下的情绪、信念的投射，我们很容易读得到，就会有好跟坏、对跟错、成功跟失败这种的状态。那这些现象有可能会来自于外界的影响，比如说他对谁的期望，或者是集体意识的信念的累积，或者是外在环境的干扰，都会造成他当下能量状态的这些浮现，这是现象的区别。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做2次练习。一个是看看我们能不能够分辨出现象跟真相的解读。如果我们这次练习，你可以理解到原来真相可能是需要多做这一个层面的解读，那你未来的解读，你可以更加的往这个方向前进。那我说的是我自己的认知，就是我连接到我的神性的认知的状态是这样子，不代表是你们，所以你还是得连接到你的内在神性，你的内在神性会给你对你最好的一个就是真相的一个答案。那什么叫真相呢？真相就是超越表象的内在智慧。刚刚讲表象就是透过情绪、信念的投射的表象，就是超越表象的内在智慧，会以一元的意识或一个结果。我们其实无法脱开二元，我们都会去体验二元的世界，好与坏、生病、健康、苦难、喜乐、财富等等，这是二元的现象，我们是无法脱开的。那为什么不能脱开？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本质、灵魂的本质本来就是来累积、来增加体验，所以是无法脱开，是永远脱开不掉的。不论我们是做任何的修行，还是你遁入空门出家了，还是脱开不掉二元的现象，只是脱离不了二元的现象。二元现象其实不是很痛苦的现象，它只是一个体验。如果我们的信念导向到它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那就会非常的痛苦。那如果你的信念导向到它只是一个体验，那你就不会因为这个过程的痛苦那么的执着，或是那么的投入，因为它只是一个单纯体验而已。体验本身有没有对跟错？体验本身就是我们的灵魂本质。来到这个地球做了诸多体验，你可能被背叛，你可能得不到爱，你可能经商失败，你可能被骗，你可能被威胁，等等等。那你可能知道是谁做了这个恐吓威胁的动作对我，所以他是坏人，我是一个受害者。那你可能在感情中，你被劈腿，所以我是一个受害者，或者是在工作上，你为了要有更好的一些利润报酬，你做了一个决定，减损了别人的利益，然后你获取了最大的利益。对你来说，你可能有一个很强大的理由去支撑你的做法是对的，可是对相对人来说，他可能是伤害的。所以，今天的本身是没有对跟错的，它只是纯粹的体验。但我们因为族群意识的信念，会把它编列成对跟错，甚至会有道德规范的框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想是二元的现象的状态中，这就是二元的现象中。所以，当你理解体验本身没有对错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阻碍性的信念跟矛盾性的信念。我们为什么没办法做我们想要的显化？
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做我们想要的显化，它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有很多的阻碍性的信念，阻碍着我们想要显化我们真正想要的信念。第二个是矛盾性的信念。那阻碍性的信念，你可能会恐惧，你可能会觉得不值得，你可能会觉得不可能，这种阻碍性的信念阻碍着你，让你的显化无法成真。那矛盾性的信念是什么？比如说，我想要成为一个疗愈师，但是我觉得我一个个案做1个小时，我如果要很丰盛，我1个月可能要20-30万、30-40万、40-50万，我可能一天要做7-8个个案、10个个案。那对我来说，我一整天都在电脑前，或者都在个案前面，我可能花了10个小时、8个小时，我才能够拥有这么多的收入。那你可能会觉得很疲惫，你可能会觉得，那我可能会失去很多我自己的时间，陪伴家人的时间，我的休闲时间等等，因为我整个时间都泡在疗愈上面。虽然我们很想要透过疗愈这个事业去赚钱，或者是去增加收入，但是我们也害怕疗愈的时间会瓜分掉我的休闲时间，瓜分掉我跟家人陪伴的时间，瓜分掉我跟伴侣相处的时间，所以矛盾的信念就会阻碍我们的显化。如果我们的状态中有很多的阻碍信念跟矛盾信念，我们对于解读的状态也不会那么的清明。对于解读，假设我本身就是有矛盾信念，那我在进行疗愈的时候，或者是做自我疗愈的时候，会因为矛盾信念的存在，我的解读，我会看见因为矛盾而产生的情绪的现象，会让我先看到这个情绪现象，进而很难去理解到真相，或者是因为有阻碍信念的存在，会让我们直接被这个阻碍信念所植入，然后以我们阻碍信念所带来的情绪做解读。而且往往这些阻碍信念跟矛盾信念是深植在我们的信念中，会影响到你的反应，影响到你的思考，进而成为你的逻辑。很多的老师在解读的时候会进入逻辑，用他过往的经验，参照他连结所谓的神性，然后去做他中观的解读。但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真相的解读，我个人认为我并没有批判谁，我只是说真正的解读它有分现象跟真相2种区别。那我们所谓的解读现象，就是针对个案的情绪、信念的投射所看到的现象，不代表是它的真相。真相是要超越这些表象，而得到你的真实的这种答案。那个答案是意愿的状态。什么叫一元的状态？在现象中会有很多2元对立的这些状态，然后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感知感受去辨别这是2元的现象，它并不是真相。那从2元的现象中去看到1元真正的结果，1元就是最高最好，1元就是至善。那我这边讲至善跟至恶，你会说，那1元就是至善了，至善跟至恶也是2元对立，所以我们只有选择至善，没有选择至恶。我的解释是，有至恶的存在，也是让我们看见至善的，有至恶的这个存在，只是让我们有领悟，带领我们能够看见至善的存在。西光行者那个网站的 slogan， 不要惧怕黑暗，黑暗让我们领悟光的存在，概念是这样子的，还是往至善的方向前进，它并没有做选择。但如果我们的信念中是有做选择的，比如说我学习宗教信仰，我学习灵性课程，是因为我要选择成为良善的人，这个选择它就会进入2元。那我们的至善纯真的本质本来就是我们的生命本质，本来就是，所以我们本身没有做选择，这是我们本来的样貌，是这个状态。今天解读的那个答案不代表什么，不是说我解读到的好跟坏，或者是我解读到不像是谁说的。比如说有5个同学解读，结果我解读到的东西跟其他同学不一样，好像怪怪的。不要有这种想法哦，就是我们在解读的状态没有分好跟坏、对跟错，只是你当下你感受到的感觉、感知，你说出来就可以了，不要去在意别人说什么。真的不要去管这个，很专注的融合在你的能量场。等一下我们会做冥想，冥想完之后呢，就是进行解读。我们参与这个练习是很开心的，不要有压力，这只是一个练习。希望我们透过今天的公益，你可以对你未来的疗愈，或是你自我的疗愈，或是你对个案的疗愈的解读，可以有不同的一些理解。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现象，什么是真相，因为大多数的疗愈师、导师都还是停留在现象的解读开始，而且这是我前几天的体验。前几天有某位疗愈导师做了一些他的论述，我听了，我说为什么你会有这种解读呢？
他说他拥有10几年的疗愈经验，他读到的就是真相。那我说怎么证明呢？他说这无需证明啊。那相对的是什么？就是我解读到的也是我所谓的真相，也无需证明。所以你知道吗？疗愈本身有没有绝对的答案？疗愈本身它没有绝对答案，完全没有。你不要被任何一个导师所告诉你的答案所震慑住，或者是所困住，千万不用这样想。你不管是去任何的场合，听着那个老师给你的一些谏言，那都不是最终的结果，那只是他依照你当下能量、你的信念投射出来的现象，除非他解读到真相。那我今天会引导你们辨别现象跟真相。那我现在所讲的辨别现象跟真相，那是我用我的方式所辨别的，也是我从以前到现在所传递的信息跟观点。那不代表是你们的讯息跟观点，所以你可以连接你的内在神性，你可能会做出比我更好的方式。我为什么上课都要一直这样讲呢？因为你才是你自己生命的主宰跟创造者，我不是，所以不要去追寻某位导师，不要去追寻某位疗愈师，不要去追寻，你要去追寻的是你自己，你自己才是你的生命导师，你自己才是你自己的疗愈师。我所做的就是示范跟引导，这样并不是要你们一定这么做。我们的超感官能力有分这几种，第一个是灵视，灵视就是透过心灵视野所看到超越物质的真相。心灵视野是什么？就你内在的视觉，超越就是物质。你前面可能有电脑萤幕，那你看不到电脑萤幕后面的东西。假设你电脑萤幕后面放着一朵花，放着一个可乐，那被你的电脑挡住了，透过你的眼睛是看不到背后，但是你的心灵视野它是可以穿透的，它是没有障碍，它可以去超越物质，看到真相，这个叫做灵视。第二个呢是聆听，聆听是透过我们的内在感知去听到宇宙的声音，这个宇宙就是你的能量场，或是你所知的世界，或是你认知的宇宙，这一切都是能量的形成。所以我讲能量场就是全部一切，叫做能量场。那你也可以解释成宇宙，我们都是能量的组成。所以透过你的聆听，它也是可以超越物质的。什么叫超越物质？比如说你敲打会产生声音的那个状态，就是物质碰撞之后产生的声音，那是你耳朵听得到的。但是我们在聆听的状态下，会超越这些现象，会超越这些物质的状态。再来是你的超感知，超感知是针对能量跟情绪的敏锐度，能量跟情绪，你对于周遭环境的能量，对于你自身能量，跟对于你周遭环境的情绪波动，跟你自身的情绪波动，你可以感受到很敏锐的感觉，这个叫做超感知。另外一个就是内在感知力，就是你突然涌现的灵感跟智慧，突然崩就出来。比如说关注你很久的一些观点，突然你迎刃而解，那种突然涌现的灵感跟智慧，我们就有这几种，一个是灵视，再来是聆听，一个是超感知，一个是你的内在感知力。内在感知力就是突然涌现的灵感，或是突然涌现的智慧，就分大概这4种。那等一下我们去提升脉轮的能力，针对这4个部分，我们会针对眉心轮、第3眼，针对我们的喉轮，针对我们的心轮，针对我们的太阳神经丛，将能量去做提升。等一下开启眉心轮的时候，如果你会感觉到紧绷，那都正常的。那你调整到你的喉轮，你感觉到温温热热的，那都正常。你感觉到你的心轮有一股能量，或是不是闷痛，有一股能量，或是热的，都正常的。去开启你的太阳神经丛。我建议你们在能量传达的时候，会引导到你的身上，你的脉轮的当下，你要用力一点。用力的意思就是你的想象要很丰富，丰富不是要很多的色彩，是很专注。比如说你要开启你的眉心，你就想象这边有一道门打开，或是这边有一双眼睛打开，或是有一朵莲花绽放，看你认为你觉得打开眉心轮的感觉是什么，你就用你自己的格式化的概念，你去创造出来。那打开能量注入的时候，你要感受到能量是强大、强而有力的能量。你要记得，你的能量都是无条件的爱，
所以进入到你的脉轮中，你不会感受任何的排斥或是恶心、呕吐、不舒服，完全不会。那是无条件爱的状态，所以你可以引导很强大的这种爱的能量或者是光的能量进到你的脉轮。你要尽量想象是很强大的力量，有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个大瀑布冲洗你，或者是那个能量很有力的从你的顶轮进入到你全身，很有力的。你想象的越有力越好，你有可能会全身发力，那都没关系。我跟你们分享，我在做自我疗愈的时候，那个能量导到我身上，我是全身用力的哦，很用力的，我可能会深呼吸，轻吐一口气，好像那力量松下来。可是我的状态是很用力的。那有时候是很用力，肌肉会用力；有时候是很专注的想象那个状态，很专注、很聚焦的用力。那我建议你们能量要强大，进到你的脉轮中，这是我的建议。包括你在做疗愈的时候，你可以身体用力，你也可以专注的想象、可视化、具象化的想象，反正就是能量要很聚焦、集中、强烈再强烈。那你的疗愈会非常的有感觉，这是我的体验。而且我会做疗愈，到现在都是这样做，没有轻轻柔柔。有时候你要察觉你的信念。当你将能量导入到你的个案，轻轻柔柔的，你如果害怕个案感受到那个能量而关闭他的感知，你可能解读不到，那个是某种信念的存在，让你觉得对光的错误的解释。我并不是抨击什么课程，不是，是你要有你的觉察觉知，就是光的定义，它是无条件的光跟爱，无条件的温暖，无条件的爱，是无条件的丰盛，无条件的喜悦。所以它进入到个案本体或到你本体，你的完全细胞是喜悦的，是完全100%敞开接受的，不会把细胞关闭，进而紧张关闭，让你解读不到的。如果我们有这种信念，代表我们可能曾经的我们有某种信念的支持，或一直到现在成为我们的阻碍信念。信念要离开很简单，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所有的信念都是来帮助我们的。全部的信念，不管是会让你心生恐惧的信念，会让你裹足不前的信念，会让你产生拖延症的信念，它都是来帮助我们的。为什么？因为在很久以前的我们早就存在在这宇宙中很久了，我们是永恒的存在。那我们曾经透过某几种信念支持着我们度过某些的状态，然后只不过在于我们现在当下体验这些已经过时的信念没有办法支持我们前进，所以你要请他离开，不是把它丢弃，是释放，透过你的允许释放掉。为什么？我们就会紧抓着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信念，觉得他曾经的好，所以抓着，舍不得放开。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的阻碍性信念存在？即使你做了很多的疗愈，你做了很多的移除，或是你接收了很多新的信念下载，我们还是会紧抓回来，把它抓着。这个曾经帮助过我，不一定是你这一世，也许你很久以前的前世，也许你的祖先等等，或者是这些信念会造成对我们现在所要创造的这些状态产生矛盾。这些本来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信念，与现在产生矛盾了，所以我们都舍不得放开，所以就要将这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信念释怀。感谢他们曾经的帮忙，释放掉。你可以重新的用你现在最适合的信念支持你前进。那什么叫做用现在最适合你的信念支持你前进？假设你要用丰盛，假设你要用喜悦，假设你要用轻松容易，那你就用这些信念支持着现在的你前进，因为这个是现在你所需要的，你适用的，你就用这个信念前进。像以前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这个信念，你就要请他回去。曾经的你帮助过我，让我学习到很多的谨慎，但是我已经学会了。那谢谢你。现在我觉得快速的创造丰盛是容易的，是简单的。那这个信念很感谢你的存在，谢谢你，我愿意释放你。也把它释放它回到光中，还原成光跟爱。因为它在曾经帮助我们的时候，在那段时期，我们得到很多谨慎的美德或信念，让我们在那段时期，我们学会了这个美德的光跟爱。所以它曾经也是光跟爱嘛。即便到现在，那些不适用的信念，它也是光跟爱的本质。不过我们的解释会认为它是阻碍。在二元中，所有的状态都会形成对立。这个是阻碍信念，这是矛盾信念，它阻碍了我。虽然它是我的阻碍信念，可是它曾经帮助过我，让我度过很多的难关，所以我很感谢它，因为它的曾经帮助过我，它本质本来就是光跟爱，只不过现在不适用于现在的我了。对比过往，我现在能量提升了，我可以使用因应我现在能量所适用的信念来支撑着我，感谢它，这个叫一元的视角。
所以你的状态中就不会产生对立对峙，你永远都是以无条件的爱的方式前进，这才是我们真正学习的状态。我跟你们建议一个方向，假设你读到不好的，或者读到可能有什么样的争执或什么样的停滞，这些都是现象。什么叫现象？因为这个个案他当下的情绪跟他当下的信念的投射出来的表象的现象。那你看到现象的时候呢，你不用去认定它是真相，或者是不用去找真相，你只要相信你的内在直觉，信任你的内在直觉，完全的信任你的内在直觉，讲3遍，你会感觉到那个现象是很正常的。那个现象有时候会很糟糕，有时候不是那么的美好，有时候不是一般人想要听的方向，那个就是他现在的情绪信念的反射而已。那你就更加专注的跟你的内在神性连结，你去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他或者现在的他们该怎么样去调整，会达到最好的结果，请让我看到真相。你可能就会看到新的画面，而且那个画面是他现在要调整的状态，然后最终看到最好的结果。你会看到2个状态，一个是现在的调整，一个是调整过后真相的结果。真相就是丰盛的，这是不变的道理，只不过现在他们可能有某些信念情绪，或者是过时的信念、抵触的信念、阻碍信念，或者是矛盾的信念，让他们没有办法在当下达到他们要的一个目标。所以你会看到他们需要做的调整。我看到最终的结果是很丰盛，整个事业版图有不同的国家，有很大的团队群。那你可以跟他讲，这是我看到你最好的结果。可是你当下要做什么样的调整，然后你就会达到那样的结果。大多数的疗愈工作者都会给他我所看到的，但不是个案想看到的。我们给个案我所看到的好像是一个真相，但是我们所读到的真相只不过是他能量跟信念投射出来的现象，并不是真相。现象跟真相，一个就是假象，一个就是真相了。我们有可能会被现象给误导，把它包装成真相叙述出去。那个案是看不到真理的，看不到真相的，所以他才会一直反复的需要被疗愈。等一下再读同样的题目，你这全部做完就告诉他，先跟他讲最美好的结果，再跟他讲当下需要做的调整，他才会把专注的力量锁在当下。为什么？他想要成为最好的结果，最好的结果已经呈现。那如何达到最好的结果？现在必须由当下做什么样的调整，我就一定可以达到最好的结果。他才会真的把力量锁在当下。不然如果我们只跟他讲美好的结果，他会把力量投射到未来，期待在未来，或者是我们看到他有一些不好的现象，那可能个案会因为我们所解读到的现象，可能会产生恐惧，可能会产生迟疑或质疑，这个事业是做不好，我们要不要转跑道？我们跟合作是不是很多的摩擦磨合，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我们是不是不应该一起工作？个案都会产生很多的想法出来。我们非但没有办法透过疗愈去疗愈，反而透过我们的解读而增加它更多不该有的信念，那是被我们的解读所植入的。所以我们的话语很重要，会影响到个案的状态，所以我们一定要很中性的看待这件事情。所有的人来地球，他只是单纯的体验。那不管我们体验到痛苦或体验到匮乏，都不是为了来受惩罚的，只不过从痛苦匮乏中去体验美好，去体验丰盛，去体验爱。所以透过这个方式，让我们能够有更大的张力去理解什么是爱，什么是丰盛，什么是美好。所以每个人的体验，他的下一瞬就是迎接接轨的美好的下一瞬，所以不用去害怕二元的现象。那如果我们是不惧怕二元的现象，那你的状态、你的能量是中性的，你会更清楚看到更多的真相。我们跟我们所谓的造物主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我们跟我们所谓的造物主永远都是合一的。所以造物主他就是全然的丰盛，全然的丰盛是各个层面的丰盛，情感、健康、关系各个方面，工作都是丰盛的，要全然的丰盛。所以我们跟造物主并没有差异，我们是合一的状态，所以答案自然是好的。所以要着重于让个案能够在当下做他现在应该做的调整，不是说他做不好，而是个案有旧往的过时的信念
他抓着不放，就那些阻碍性的信念或者是矛盾性的信念，造成他没有办法显化丰盛。所以我们要用他当下的调整，将这些阻碍性的信念跟矛盾性的信念做释放、做调整，进而拿到他原本就有的丰盛。如果你读到他是丰盛，就非常的好，那么很成功。你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一些调整是什么？比如说信任如果有争执要各退一步，这些东西你可以更细致的去跟他说明。如果这些你在当下都有做这样的调整，那你就是跟你的成功已经接轨。所以你的个案听完之后，他会把能量专注在当下需要调整的部分，因为他当下调整好了，他的下一瞬就是美好的。能量永远只有在当下，没有在未来，也没有在过去，都在当下。所以我们的工作让个案看到真相，不是透过我们的嘴巴说真相，是让个案能够透过我们的解释，他能够清楚他的真相永远都是在当下，这才是我们的工作。个案的真相不在于那个疗愈师或者导师所说的真相，所说的东西，而是要引导他把他所有的能量专注于当下，然后当下他透过他自己的调整，进而得到他原本应有的丰盛，那个力量才是他的。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话语去引导他接近丰盛，或是因为我们的话语他对我们有期待值，我按照老师说的，我觉得丰盛，感觉表面上很好，实际上呢，他把力量丢出去了，丢给某个老师对我的解读。那同时我们也接收了他的给予，他把力量给我们，我们同时也拿走剥夺他的力量，所以他终究不会得到真正的丰盛，他就得一直反复的循环疗愈，一直到他能够拿回他所有的力量。我们并没有要去掠夺他的力量，我们要很中性，不要成为追寻的光，他才是他自己的光体。所以要把能量锁在他的当下，他要透过他自己知道他是谁，透过他自己做一个调整，进而看见丰盛。我们的工作就是引导跟示范，有时候疗愈不会一直都是做下载移除哦。我现在做疗程比较多都是对话对谈比较多，你可以透过挖掘一下，那也可以找到一些问题或移除下载。那我现在比较常做的疗愈是对话，跟个案对话，是因为我相信他本来就是光，他本来就是无条件爱的本质的存在，所以用对话，因为他本来就会知道他自己是谁，所以透过我们的对话，让他自己看见那个真相。像你要相信，只要到你身边的个案，他的议题都非常简单的解决，不论他是疾病的，不论他是破产的，不论他是感情受苦的，你所接触到的个案的议题对你来说都非常简单，不是你觉得简单，是这个个案的议题对他自己来说是很简单的。你要相信的是，个案他自己所创造的这个议题，他自己的解决是易如反掌，非常的简单。你要相信是这个结果，这是很像是一个方程式，这是我自己理解的方程式。很多所有的个案，包括我自己，爱跟价值画上等号，需要透过证明来证明我是存在的，所以才会产生诸多的困扰跟诸多自己内在的抵抗。如果我真的相信我是爱的本质，如果我真的相信我是价值的本身，我无需证明这些现象，我本来就是超然，就是全然的价值的本体，我本来就是全然就是无条件爱的本体。假设我真的是这样深信这个信念的，那我就是无需证明，我本来就存在。那因为我是这个状态下，所以我眼前看出去的一切都是充满爱、充满价值的，无需再证明了。就因为我需要透过这个体验，一直不断的去收集我是要被证明，不断的去收集我需要更多的爱，不断的去证明我是有价值的，我才能够跟那爱去做连接，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的体验，体验到对生活没有热情，我对所有一切提不起劲，我对我所做的东西没有人看得到我的付出，没有人看得到我所做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会想要接触更多的爱跟更多的价值来去证明我自己。你就专注的跟你的神性连接，它自然会给你要的疗愈的方式。有时候你的神性会要你做很多的挖掘，很多的移除下载，有时候你的神性会要你花很多的时间去跟个案对话，这个状态都叫做疗愈。所有的信念存在于状态下都是好的，只不过适不适用于现在而已。我们把它归类于负面，其实它没有负面，它只是不适用于当下。大家认为这个老师懂我，
如果他跟你讲说，老师你那么懂我，你要把力量还给他，不是跟他说谢谢，你要跟他讲说，这是你因为你爱你自己，所以你为你自己创造了这样的体验，是因为你爱你自己，你才会遇到有跟你对话的人，那个人只是你的镜像，我只是你镜像的反射，是因为你爱你自己，你才创造出那个人的存在哦。所以你要感谢的是你自己，你要透过任何的现象、任何的状态，把力量还给你的个案，他才是他自己生命中的主宰。我们只是做什么示范跟引导，我们并没有想要夺取他的力量。如果我们状态是这样子的，你的能量是不断提升，你会遇到更丰盛的状态，不仅仅是疗愈而已。疗愈的丰盛只是你丰盛一部分，你会遇到很多丰盛、很多美好的现象的体验跟结果，不仅仅只是在于疗愈发生的。很多人很希望透过疗愈来帮助他人，我如果是想要透过疗愈来帮助他人，其实在帮助我自己，满足我内心我因为能够帮助别人的感觉感受。就像佛陀说的，度他等于度己，我为他人而度，其实在度我自己。我因为度他人而感受到我帮助他人的喜悦，是因为满足我内在的某种的信念，我开心了，我觉得我帮助他人，实际还是在帮自己。其实我没有帮助到任何人，所以对我来说，我的力量是锁在我身上的，我并没有因为我想要帮助他人而把力量投射出去。如果我把我的力量投射出去，那我会看见有千千万万个我帮都帮不完的个案出现。如果我的世界都是帮都帮不完的个案的存在，那我的世界是没有力量的，因为这些人都需要我的协助才会产生力量。反过来，这些都是没有力量的存在，我就是没有力量的现象。如果我是一个示范体，我是一个引导体，我看见了个案，我将力量还给他们，最后你会看到每个个案都能够拿回自己的力量。你的世界是充满无限的力量，那才是你真正的你，那才是你真正合一的现象。你本来就是无穷无尽的力量的化身，你本来就是无穷无尽爱的化身。